争时期留下的废弃地堡总会遗留着宝藏，比如满墙乌黑的血迹，干瘪到真正意义上皮包骨头的尸体，餐桌上还没吃完的腐烂食物，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具具泡在容器中的人形怪物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10月份刚出的惊悚恐怖片《巢穴》。2017年4月，传言美军要在阿富汗偏远地带投放炸弹，那边的叛军得到消息伺机反抗，盯上了外出执行任务的女主莱尔。莱尔是一名空军，正在执行巡逻任务，没想到身后突然有导弹偷袭，他没能成功躲避，被击中机身。坠落时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，生怕那是最后一面。不过飞机坠毁前，他和副手都及时弹出，安全降落在附近的山地。但危险并没有就此解除，叛军注意到他俩的举动，两人刚落地就被包围了。副手身中数枪，奄奄一息。莱尔依靠装晕杀死一名叛军，还拿他的尸体当人肉盾牌，秒杀数人。当包围的敌人被杀完，副手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结束使命，匆匆下线了。莱尔只能带上装备独自逃命，他本想用对讲机联系救援，岂料对面没给出回应。他在山丘中茫然四顾，身后还有赶来的叛军紧追不舍，他只能闷头跑路。哪知道一不小心就闯入了废弃的地堡，他正想找地方藏起来，叛军就开着车出现了。可惜即便对方人多势众，火力强大，还是没能伤害莱尔一根毫毛，反而误打误撞崩开了地堡紧锁的大门。莱尔连忙钻进门内，结果发现这个地堡不简单，里面有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，旁边放着拆卸下来的电梯箱，那深度看得莱尔两腿发抖。但比起被叛军抓回去，他还是选择往下爬。深坑最底部其实是一个实验基地，莱尔没找到供电开关，依靠荧光棒瞎走。在听到叛军也进来的声音时，他加快脚步往里面逃。临到值班室时，他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防毒面具，一面沾满血污的墙，还有坐在值班椅上干瘪的尸体。尸体保持着惊讶张嘴的姿势，死前应该受到惊吓或者在呼救。不过令莱尔在意的是桌上的微缩胶片相机，他拿走相机去其他地方躲藏了。叛军那边搜索了餐厅，发现那里有没吃完的腐烂食物，他们在大厅与莱尔照面。因为光线昏暗，只看到莱尔丢下的荧光棒，但有一个人很快找到了电灯开关，刚打开灯，眼前景象就能把人吓个半死。只见这里摆放着数十个容器，每一个里面都关着人形怪物。莱尔趁他们不注意，也来了一次偷袭。他本想抢武器跑路，却因为闹出的动静太大，引来更强的火力。慌乱中，子弹射穿了容器玻璃，里面的人形怪物掉了出来。莱尔看到那玩意儿旁边有个下水道，找机会钻了进去。叛军分头查看下水道，只留一位队友殿后。这名队友见人形怪物躺在地上，好心拽一片帘子给他盖住，岂料怪物在他不注意时醒来，反手给队友一个大耳刮子，轻松拿下队友人头。等其他人返回大厅，队友的尸体已经成为怪物食物了。那边的莱尔还在往出口逃，恰好叛军因为看到怪物吃人，刺乱了阵脚，这让莱尔顺利摆脱追捕，得以从深坑的梯子往上爬。然而他刚跳到地面，就被紧随其后的一名叛军拽住脚腕。眼看莱尔要被拽下去，叛军身后突然出现一只人形怪物，他脸上的皮直接被抓破，身形不稳掉入深坑。莱尔趁机拔腿就跑，利用娇小的身形钻出大门缝隙。人形怪物反被拦在了里面，守在外面的叛军哪儿见过这场面，吓得弃车而逃。莱尔也马不停蹄离开这里，他腹部受了伤，跑到半路疼得走不动路，还被一辆车撞飞了出去。好在对方是友军，只匆匆搜查一番，随后带他返回了营地。莱尔想告诉他们人形怪物的事儿，营地的少校却没有当真，认为首要任务是对抗叛乱分子，而不是处理莱尔口中子虚乌有的怪物。这时巡逻队抓回了汽车逃走的叛军，男主凯哥得到消息进来汇报。少校问他看到任何俄罗斯地堡了吗？凯哥露出疑惑的神情，这更让少校觉得莱尔在撒谎。但为了让莱尔安心，他收起了微缩胶片相机，答应之后转交给情报部门。少校都这么说了，莱尔知道自己说再多也没用，只能到外面透透气。
凯哥跟出来安慰他，表示少校变成现在这样是有原因的，他们曾经在战场上遭到伏击，上面下令要他们撤退，少校却执意向前冲，结果队友被俘虏后惨遭杀害。他虽然没死，但受到了降职惩处，还调到了这里服刑。营地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戴罪之身，少校也只是想完成任务，早点回去。不过少校在他俩离开后，转头打电话联系了军事情报局，上报了莱尔所说的人形怪物。莱尔这时在医生那边处理腹部伤口，帐篷里坐着被抓回来的叛军。莱尔想让他为自己作证，毕竟叛军也看到了人形怪物。哪知对方笑着听不懂英语，没给出回应。凯哥也曾抽空去看卫星图，但没发现任何地堡一类的东西。莱尔却很肯定，还画下了在地堡中看到了俄文。在场几位都不懂俄文，没想到那名叛军忽然说话了，表示俄文的意思是不要打开。众人从阿富汗战争一推测，估计地堡是当年苏联人留下的，人类不可能在下面不吃不喝活30年。他们最终得出一个恐怖的结论，那群怪物不是人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怪物们已经逐渐苏醒了。这天傍晚，黑暗降临，苏醒的怪物们打破容器走出地堡，在营地的人惬意享用晚餐时，少校接到情报局的回复，确认莱尔所说情况属实。但他还来不及做任何布置，怪物已经冲到营地外围，直接拖走一个换班守卫。其他人闻到空气中莫名出现恶臭，以为是谁在放臭屁，接着就用夜视镜看见外面有东西在动，吓得连忙朝目标开枪，枪声让整个营地戒备起来。可惜他们尽管火力足够，却没对怪物造成致命伤。有一个队员的脖子还被抓烂了，医生第一时间赶来，发现对方已经断气。同时，一只怪物跳进少校营帐，少校对着他连开数枪，怪物的行动却没有迟缓，少校不得不使用更强劲的火力，终于把怪物打趴下了。怪物的目标其实是女主莱尔，莱尔与那名叛军躲在医生的帐篷里，正打算找趁手的工具，一只怪物就跳进来，朝着莱尔的脖子射出2条粉色触手，眼睛里还伸出2条细长的东西。叛军连忙抄家伙砍怪物，刀刀朝怪物脸上抡，这才把对方彻底打死，顺便塞给莱尔一把手枪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叛军其实也并不是坏人。他们俩来到外面与众人会合，但外面的战况更加惨重，营地的守卫死了好几个，眼看无法抵挡怪物突袭，他们只能往战壕撤退。凯哥已经拟定了战斗计划，让一批人往军械库跑，自己利用火力掩护回去救少校。闯进少校营帐的怪物其实没死，少校正被怪物打得没有还手之力。在凯哥赶过来放了闪光弹时，他才找到机会用棒球棍敲烂怪物的脑壳，但他本人受伤很严重，只能任由下属拖自己去军械库。临到门口，遭到一只怪物偷袭，莱尔抄起斧子学卡比尔对着怪物脑壳砍。在怪物蒙圈时，他们一鼓作气冲入了军械库。里面没有多少武器，不过怪物撞不开军械库的门，这让他们得以有休息的机会。等天亮后再出去看情况。卡比尔这期间说了自己的故事，苏联打阿富汗之前，有一颗陨石落在了这边，这颗陨石引来了战争，卡比尔一家都加入了战斗。后来战局好不容易出现了转机，怪事却接连发生了，一个接一个的人无故消失。他们最初以为被野兽叼走了，卡比尔的父亲带人去猎杀野兽，结果也一去不复返。但等苏联撤走，这些怪事突然结束了。不难猜测，那些消失的人被抓去做了人体实验。听了这个故事，大家也不再为难卡比尔。第二天，他们走出军械库，发现尸体都被怪物拖走，附近也没有怪物白天出没的痕迹。但在他们的搜索下，还是找到了怪物遗漏的一具同类尸体。医生当场做了简单的尸检，发现怪物的牙齿是成排可收缩的，跟鲨鱼的类似，身上的皮肤又厚又坚硬，子弹根本射不穿。怪不得他们能在巨大的火力下冲进营地，但尸体已经有溶解迹象，说明他们无法适应阳光或者说紫外线。等对尸体进行解剖后，医生得到了一个更惊人的发现，怪物的内脏竟然是人类的。这时奄奄一息的少校发话了，怪物原本也是人类。1979年，一个不明物体从外太空进入地球，在西伯利亚的某一处坠落。情报局得知苏联派人去调查，在那里看到一艘外来飞船，里面似乎还有东西存在。苏联因此发动了阿富汗战争。情报局猜测苏联想做人体实验，将外星人的 DNA 与人类的相融合，但他们没有证实。
直到昨晚，少校把莱尔的事上报，他们才确定了人体实验的想法。而且莱尔带回来的微缩胶片相机很有价值，让少校务必确保胶片相机的安全。这个消息让众人陷入恐慌，怪物昨晚可能只是来试探的，今晚将会发动大规模袭击。有队友想开车逃走，但跑到半路没被怪物杀害，反倒会被游荡在这边的叛军抓走当俘虏。少校却没有逃跑的意思，他决定留下来继续战斗。没想到演讲刚说到激动人心的地方，那只被抛尸的怪物居然又活了过来，再次用触手抓住了莱尔。在莱尔摆脱怪物的当口，少校用炸弹与怪物同归于尽。这炸弹可太智能了，怪物被炸得粉身碎骨，少校还能说最后一句台词。他身上的微缩胶片相机也完好无损。被凯哥收走保存，处理了少校的尸体，他们打算去地堡和怪物决一死战。卡比尔想为父报仇，也加入了战斗团队。死战的计划很简单，就是利用炸弹炸毁地堡，让里面的怪物葬身地底。在莱尔的带领下，他们很快找到地堡的所在地，但等安装好炸弹，凯哥却被一只怪物拖进了地底。他们以为凯哥一命呜呼了，正打算掉头离开，这时对讲机里却传来凯哥的声音。原来凯哥没死，只是用对讲机让莱尔完成爆炸任务，不要下去救他。莱尔无法抛下凯哥，不顾其他人反对，一意孤行要救人。他们思索再三，只好加入救人行列。这次他们没从爬梯往下爬，而是把旁边的电梯箱拖出来。一群人站在电梯箱里，再由医生驱动车子钢绳送他们下去。但他们刚抵达地底，医生突然收到了20分钟内的疏散警报，意味着20分钟后这里会有导弹袭击。莱尔他们救人的时间不多了，凯哥自己并没有坐以待毙，反杀了一只怪物，一语逃走。可是地下的对讲机信号不行，两方人马没遇上。卡比尔在大厅看到戴着毒气面具的干瘪尸体，正疑惑他们被做了什么时，莱尔打开了这里的电力开关，接着就看到墙上有一个巨大的玻璃罐，玻璃后面装着那只从飞船上抓到的外星怪物，也长着成排可收缩的牙齿与坚硬如岩石的外壳。这时凯哥终于跑到大厅与莱尔会合，然而还不待他们往电梯箱跑，更多的怪物觉醒了。留在地面的医生也遭到叛军袭击，双面受敌的局势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。途中有人想自我牺牲，留下来关紧大厅大门，不让怪物打开，或者拖延怪物追赶的脚步，给同伴争取逃跑的时间。返回去帮忙的凯哥迟了一步，那两人不出意外都牺牲了，一个被啃得脸面全无，一个用炸弹与怪物同归于尽。莱尔等人躲在电梯箱，朝上面大喊，让医生启动车子拉他们上去。医生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发动车辆，可是下面的电梯箱被卡住了，车子不仅没往前走，还在一点点往后退。医生没机会跑到驾驶座熄火，眼看车子要进入地堡，他只能跳出去和叛军投降。电梯里的3个人也不好受，怪物聚集在旁边朝他们伸手，有一个人已经被掏穿了头颅。卡比尔和莱尔还在苦苦支撑。当卡比尔看到一只怪物的腕表和他父亲手上戴的一模一样，他知道眼前的怪物正是自己的父亲，于是在车子砸下来时拖住怪物，让莱尔快逃。他选择与父亲玉石俱焚。这时只有莱尔、凯哥和医生还活着。医生投降后被一顿暴揍，差点被抹脖子时，莱尔与凯哥回到地面救了他。他们3人没时间庆幸劫后余生，头顶的导弹正在往下落，3人赶紧抢车离开。好在开车速度够快，没有被导弹余威波及。同一时间，营地闯入一对黑衣人，他们想找到微缩胶片相机，其实相机被凯哥拿走后交给了莱尔，现在正在莱尔手上。因此尽管导弹毁尸灭迹了，地堡事件仍旧会被公之于众。巢穴的剧情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很小成本的恐怖快餐电影，阴暗的地堡战斗情节拍摄的有些诡异味道了，其他部分过于啰嗦，不建议细看。如果实在闲得无聊，就看我的解说吧。最后宝子们别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